大约2500年前，先知但以理曾在圣经的但以理书留下了这么一段预言，也被称为70个7的预言。但以理书9章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1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1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流神学观点一致认为，但以理在2500年前的预言所指向的，正是在但以理死后大约500年出生的耶稣基督。博主非常认可这一点，同时博主也认为70个7的预言是圣经里最惊人的预言之一，因为在博主看来，这个预言所发生的时间点已经精确到了小时。节目的最后，博主也会提出一个非常有趣且耐人寻味的猜想，所以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预言里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预言里提到的受膏君，原文和希腊文指的就是弥赛亚。那么这个预言大概在说什么呢？首先是耶路撒冷城及其广场和壕沟必得重建，且是在艰难时期。但以理写这个预言的时候，第一圣殿已经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摧毁了。过了7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被重新建立了。然后是弥赛亚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预言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也就是说弥赛亚会被杀害。然后预言说有一王要兴起，毁灭这城市和圣所。哪个城市？它指的就是耶路撒冷。那圣所是什么呢？很显然指的是第二圣殿。因此弥赛亚应该是先到来，然后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所被毁坏。那么这些事它发生了吗？答案是它发生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罗马军团摧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弥赛亚是谁，他一定是在公元70年之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在第二圣殿被摧毁后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就不符合预言的条件了。那么在公元70年之前，有没有人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呢？只要您稍微耐心听完博主讲完70个7的隐喻，您就会完全明白，除了耶稣基督，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精准地应验但以理的预言了。那么70个7是指什么呢？神学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其看成是一个时间段。那么70个7是天吗？不会的，因为70个7如果是天，那就是490天。而这里说耶路撒冷将要重建，圣殿将要重建，这并没有在490天之内完成。很多神学家认为它所指的是年，博主非常认可这一点。但是根据博主观察，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清圣殿的重建和耶路撒冷的重建，直到弥赛亚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中间的时间段与70个7年有着怎样的关联？该如何解释呢？9章25节预言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好，问题是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重建完成之后，那耶路撒冷重建完成了吗？答案是没有。圣经尼希米记2章1到8节说，尼希米奉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命令，在亚达薛西20年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如果按照当今官方的纪年方式看，亚达薛西20年是公元前445年，那么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元年耶稣出生，再到公元33年耶稣去世，这中间是478年，和70个7年，也就是490年，怎么看都找不出关联。但是别忘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的纪年方式是360天一年，神学术语叫先知年，而我们现今官方的纪年则是365天一年。如果用官方的365天纪年去揭示以360天为一年的预言，结果无法揭示预言就不足为奇了。下面重点来了，那么公元前445年到耶稣出生的公元元年，这中间相隔的445年，如果换算成天，一共是多少天呢？445年乘以365天等于162425天。如果换算成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纪年方式，也就是360天一年的话，那162425天是多少年呢？我们用162425天除以360天得出的结果就是451.18年。我们暂且算451年。预言里把70个7分成了7个7加62个7，还有最后的一个7是末后的7年。我们暂且不管末后的7年，单看7个7年加62个7年等于69个7年。69个7年一共是483年。预言说，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到受膏的君王来临，期间有7个7加62个7。26节说，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从亚达薛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到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如果按照365天为一年来计算，那么中间相隔445年。如果按照360天一年来计算，中间就相隔451年。那么用69个7年，也就是483年减去451年，我们刚好就得出耶稣基督在世的32年左右。为什么说是32年左右呢？耶稣是多大开始传道的呢？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是30岁。博主的回答是未必。路加福音3章23节说，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大约30岁。那么请记住，这里有一个模糊的空间。下一个问题是，耶稣传道多久后离开世界的呢？主流神学认为是3年半左右的时间，因为约翰福音明确记载了耶稣传道经历了3次的逾越节。但是有的神学家认为是2年多。博主认为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期间上了十字架。根据犹太民族双新年的传统，逾越节纪念的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宗教信仰意义上的新年，而世俗的新年则是在逾越节大约半年后的吹角节。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世俗意义上看还没有进入到新的一年里，所以这里再次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空间。再加上之前的451.18年的模糊空间，那么根据以上的历史，主流神学认为耶稣基督是33岁离世的。其实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大概是有数个月的模糊空间的。但是在博主看来，这个预言已经非常精确了。为什么圣经强调加百列是在但以理献晚祭的时候出现并给出预言的呢？那么犹太民族每天是几点献晚祭呢？3400年前的圣经出埃及记29章38节记载，每天都要献上一只2岁的羔羊为祭物。39节说，一只要在早晨献，一只要在黄昏献。按照犹太民族传统，从日出开始计算，第9个时辰就是晚祭的时间，大约就是下午3点左右。那么耶稣是几点被钉十字架的呢？答案是下午3点。虽然日期上有模糊的空间，但是时辰却是精确的。朋友们，你们看懂圣经这神奇的一面了吗？接下来让我们揭示另一个有趣的谜团。2500年前，加百列给了但以理这篇预言启示，上帝是通过加百列传达这个倒计时形式的预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当你打开圣经新约的时候，揭示这个倒计时预言将要实现的也是加百列。他在圣经新约中向祭司撒加利亚传达信息，宣布一切即将开始，倒计时要开始了，弥赛亚要来了。
加百列告诉撒迦利亚，你会有一个儿子，并且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约翰就是后来为耶稣施洗的施洗者约翰。那么你知道撒迦利亚的名字在希伯来语原文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上帝记得。那撒迦利亚的妻子叫什么呢？他妻子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希伯来语里叫 Elishava， 沙瓦有2个意思，一个是妻，一个是誓言。那么这里就有2种翻译，一个是上帝的妻，另一个是上帝的誓言。一个名字叫上帝记得，另一个名字叫上帝的誓言。上帝将这2个人结为夫妻，表明上帝记得他的誓言。那么大家知道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施洗者约翰的名字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吗？答案是恩典。上帝记得他的誓言，也纪念了但以理的70个期，因此带来了上帝的恩典。朋友们，你们看懂了吗？那么本期视频最后呢，博主有一个问题是留给各位弟兄姐妹们的。路加福音2章36节记载了一位等待了弥赛亚84年之久的女先知，叫亚拿。亚拿是亚设支派的后裔，在神学里，亚拿象征的是仍然忠心等候救赎的以色列剩余选民。那么他等了弥赛亚84年，然后在耶稣出生的第8天，在圣殿里遇到了来行割礼的耶稣，他一下就认出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那么1948年过84年后就是2032年，那么2032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做出一些猜想的话，单纯的就是猜想。博主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分享出你们的观点，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观点都很重要。博主做这期视频的时候，也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把很多碎片化的观点集合成一幅图案。当然，博主感恩上帝耶稣基督，愿荣耀归于他。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去看一看圣经，或许对您人生的看法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更新。最后呢，如果您喜欢，希望您给予留言支持鼓励，订阅点赞转发。愿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见。